送来。您知不知道我等的就他妈都醒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刚外面下雨有点堵，所以太他妈敬业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叫陆毅，一个外卖员，接到一个距离近大的，以为捡漏，没想到是个坑，害得我被醉汉毒打。如果我能知道捡漏的情况就好。检测到宿主的心愿，美丽捡漏系统已激活，系统会不定时的给宿主推荐捡漏情报，每条情报价值不等，帮助宿主重燃希望，实现致富巅峰。系统，这不是小说里的外挂吗？今日捡漏情报，悬赏5万，重金寻狗。此狗现在在小区9号楼下垃圾桶里藏着，请宿主火速前往捡漏，以免被人抢先。赏金5万，不管真相，先去看看再说。根据系统提示，狗应该就在这里啊。怎么，这外卖别也要抢我这老太婆的塑料瓶子啊？阿姨，我不抢你的瓶子，我是有东西丢了，所以才翻垃圾桶看看有没有。只要不抢我瓶子就行。这狗到底在哪儿啊？找到了！你这个小可爱，让我找了好半天。这是狗主人的联系电话。哎呀，小宝贝，你去哪儿了？妈妈担心死你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外卖小哥。啊，那个，我给你转赏金。哎，好。银行卡到账5万元。捡漏系统牛逼，日赚5万，这可比跑外卖赚钱呢。捡漏情报简直是我的福音。宿主请注意，捡漏情报刷新。捡漏情报刷新，彩票店的即时开奖玩法，5分钟后将会开出特等奖，号码99999，奖金5万元，请宿主火速赶往彩票店。我去，奖金5万呢，我得赶紧去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在这儿。哎，老板，帮我打一组即时彩票，号码就选99999。帅哥，我家彩票店20多年了，从来都没有开出过这样的号码，要不要换一个号码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就选这个号码，没关系的，谢谢啊。好吧。快点快点。那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哟，还好赶上了。本期中奖号码99999。中了！我从小到大，除了买饮料中1次再来1瓶，就再也没中过什么奖，中了5万呢！帅哥牛逼啊！不错，扣完税还有4万多，再加上之前的5万，就是9万多。这捡漏情报简直是爽翻天了！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嫂子，小叶，累坏了吧？来，快过来吃饭。嫂子，你又给我下面吃啊？小叶，你在外面跑外卖，风吹日晒的，要是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嫂子可真没脸活了。嫂子，你大病刚好，还不适宜下厨干活？吃吧。好吃。我做的鸡蛋面好吃吧？好吃。汤也要喝干净啊。嗯。对了，小叶，嫂子打算出去找份工作，贴补一下家用。不用，嫂子，我今天赚大钱了，以后啊，你都不用出去。喏。天哪，咋这么多钱啊？这都是你今天送外卖赚的？哎，不对啊，送外卖可赚不了这么多钱。哎呀，小易啊，咱家虽然穷，但咱不偷不抢啊，这犯法的事咱可不能干啊。嫂子，你多疑了，这些钱呀，都是我中彩票和帮忙找宠物赚来的。真的假的？这帮人家找个宠物，再买个彩票，就能赚这么多钱？对啊，我相信啊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以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对了，我们还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别墅。小易啊，虽然你今天挣了这么多钱，但是未必明天也能挣这么多，这种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做人还是务实一点好。以前啊，我还真不敢想这些，但我现在可是开挂的男人，依靠捡漏情报，早晚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世界巅峰。啊，系统，
今天有没有什么捡漏情报77号便利店门口正在举行买大米送礼品的活动，其中有一袋缺角烂口的大米，内部藏有礼品金条1根。我去，金条啊，好东西啊！现在的金价都被炒上天了，我得赶紧过去，可千万别被人抢先了。小易啊，你睡醒了？来吃早饭，嫂子煮的鸡蛋面。现在时间争分夺秒啊，吃饭也浪费时间，必须拿到那根金条再说。嫂子，我不饿，先不吃了，走了。你这难道是我煮的面不好吃，还是他换的口味不喜欢了？我们的大米现在搞活动，买大米可以送礼品。让一下。哎，你好，你们这个买大米怎么送礼品啊？我看你这也没买礼品啊。这是厂家搞的活动，礼品就在大米里面。你花29.9块买的大米，就有可能开出1根金条，最差也是块肥皂。而且呀，这里面绝无空奖。我得到了1块肥皂，最起码也是个安慰奖吧。我得到了1袋洗衣粉。按照系统给的情报，就是这一袋缺角烂口的大米，内部藏有金条。这袋大米怎么没人要啊？这个缺角烂口了，顾客们担心脏，所以没人买。那我买了。不过你给我便宜点，25块钱你卖给我吧。这个是厂家搞的活动，没法便宜。这袋烂大米还做什么活动啊？呸！谁会？这袋大米我要了啊，钱给你扫过去了。让你买，大米都撒地上了吧？你个臭送外卖的，在这瞎凑什么热闹？大妈，你嘴巴能不能积点德啊？惨了，你不也是瞅着这里面会不会有金条啊？就这点烂大米啊，我估计里面就是块肥皂。我现在就打开，让你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奖品。哼，你看。哇，我去，这是啥呀？金条！居然真的有金条，厂家搞的活动居然是真的。这是金条，居然真的有金条！外卖员小哥，你的运气好好哦。还行吧，这个金条差不多也就1-2万吧。等一下，你不能走。怎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金条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！你有病吧？你付钱了吗？这个大米本来是我要买的，要不是你按照原价付款，他们就卖给我了。结果你抢先一步，所以金条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，要不然你就是冰抢。大妈，这根金条也就20克。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算的话，这个也就不到2万块钱，你至于吗你？你要是觉得不至于，还给我！大家伙来评评理啊！他手里的东西原先是我的，结果被他抢了去，他现在不还给我，这不是土匪吗？你能别老不要脸了吗你？就是你又没付钱，这大妈也太不厚道了吧！刚才就一直跟我搞价，搞来搞去我都不想卖给你。现在人家外卖员小哥开出了金条，你又死皮赖脸的不让人家走，你家人电话多少？要我家人电话干嘛？打电话让他们接你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你要是再不放手，我打电话报警啊！你别报警。大妈就是给你开玩笑。大妈，你也不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你要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我早就上手。系统，这20颗金条也就不到2万块，害得我被大妈纠缠住。下次能不能不要给这种情报了？显露情报是随机的，系统无法控制。现在刷新情报，必须菜市场第66号蔬菜摊位售卖的萝卜堆里混入了1根带泥的百年份野山参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宿主可期哦，捡漏赚钱。百年份野山参，哎，这个好。就是这66号蔬菜摊位，趁现在摊位上没人，我得赶紧把那颗人参买了。那干什么？现在的蔬菜都很便宜的。小伙子，你挑金子呢？就是这个百年野山参。萝卜不都一样吗？翻啥翻？老板，这萝卜咋卖？萝卜5毛6一斤，你要是全要，我给你便宜点。我要不了那么多，一个就行。要1根萝卜还让我给你称？你个送外卖的，买不起别买。老板，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，帮我称了吧。哟，这不是宁毅吗？这不是？这不是我那拜金情人李菲菲吗？当初嫌我穷，背着我和这个富二代勾搭在一起，给我戴绿帽子，真是一对狗男女。宁毅啊，你怎么穷成这样了？买个萝卜还要老板送啊？还好我当初离开了你，转投刘少的怀抱，不然我吃个萝卜都得精打细算啊。幸亏啊，你当初跟了我，才没有跟他受苦受罪。宁毅啊，看看你现在这个穷酸样，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有勇气活下去的。你们2个是狗吗？你们主人不知道给你们拴绳子吗？让你们出来乱叫，你敢骂我？你别对号入座了。老板，这个萝卜帮我称了，看看多少钱。老板，这筐萝卜我全要了，多余的当做是小费。毕竟嘴上有钱，走到哪儿都喜欢打赏。这一筐萝卜也就110斤，最多卖50块，没想到你给这么多。老板，您大气啊，不像这个臭送外卖的，1根萝卜还让我给他车。对了，您的车在哪？我去把萝卜给你送到车上去啊。妈的，到手的萝卜就要这么没了？哎，老板不着急，你不是想吃萝卜吗？你只要乖乖的跪在我面前，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你吃一个。姚钢炮，你就买了一筐子萝卜，你装什么呀？可是你连萝卜都买不起啊！你那么想吃萝卜，我卖你一根怎么样？还有机会！姚钢炮，你不就想拿萝卜羞辱我？说吧，多少钱？怎么着
都得500块吧？你确定？当然了，你那么想吃萝卜，可怜一下你，但是你拿得出500块吗？你瞧不起谁呢？哎呦，还真拿得出来呀！这是你跑来多少单外卖挣的钱啊？那你管不着，你敢卖吗？你敢买吗？你敢卖我就敢买。好，咱们就立字据为证，别到时候你花了500块钱买萝卜再反悔啊！行。这小子花500块钱就买根萝卜，他脑袋小时候是不是被门挤过啊？这就是我离开宁毅当你女人的原因啊！你看他拿着个萝卜，还在那傻笑，真是个傻逼。我200块卖了1筐萝卜，你500块就买1根，你怕不是大冤种吧？谁是大冤种，还说不定呢。小伙子，你手上的这个东西能让我看看吗？可以。这是百年夜山参，我寻遍善业香田都没有找到，竟然在这小小的菜市场找到了，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！我孙女儿有救了。百年野山参？怎么可能是百年野山参呀？它就是一个萝卜，顶多多了点泥。小伙子，这野山参你卖不卖？我愿意高价收购，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500块卖掉的萝卜居然值100万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你个糟老头子，是不是你一只穷逼请来的托儿？不懂尊卑礼貌，你家大人就没教育过你？见了年纪大的老人要叫爷爷吗？我你妈！居然敢扇老子，给你脸了！张嘴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能随便打人？以为带个保镖就能目无王法吗？让他知道怎么做人，这顿打挨得不亏。什么？南城牛家？这南城牛家好恐怖的，好像是南城那边区域的顶级势力啊！是啊，这牛家我们根本惹不起啊！像这种大人物怎么会来菜市场啊？牛爷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您不是说这个萝卜是野山参吗？怕您看走眼，这好心提醒您。你的意思是我已经老眼昏花，眼睛不中用了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已经老眼昏花，眼睛不中用了吗？不是啊，简直是孤陋寡闻。纯正的野山参就长这么大，形状酷似萝卜，但只要咬上一口，味道回味无穷。就是这味儿。小兄弟，你看我给咬了一口，你不卖给我，也得卖给我了呀。既然您这么想要，那就卖给您吧。好，爽快！以后有好东西记得还给我啊。这是我名片，随时来找我。没问题。转账，收到了。走。哎呀，想不到宁毅这种穷逼都能翻身了，不仅卖了100万，还得到了南城牛家的青睐。我心滴血啊！捡了个芝麻，丢了个西瓜，一筐子萝卜里面居然会混有百年份野山参，要不然这破天的富贵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小帅哥，你这卖的100万，能不能给我分一点？大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就是说嘛，你刚刚用萝卜卖的100万，哎，不对，不是卖那个人参卖了100万嘛，给我分点儿，毕竟这萝卜嘛是我的，我刚刚卖给你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人参嘛。大姐，你脑子是不是不太好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你刚才卖给谁了？你该找谁去啊？我卖给了他。对呀，你卖给了他，所以你找他去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又没有从你这里买东西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还想走？我反悔了，500块还给你，你把那100万给我。立字为据，你忘记了？滚一边去！哎，宁毅，你又干嘛？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哦，你是看我现在有钱了，所以说想回来找我是吧？不，我们和好吧。只要你把那100万当做咱们的恋爱基金，我就让你啊！滚犊子！你当我是公交车啊？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。刚哥，捡漏情报刷新，会伪装的古董瓶中瓶，东区古玩市场第99号摊位有一件蓝色的陶瓷瓶，内有乾坤，套装一件青花瓷。瓶中瓶，这不就是套娃吗？但是青花瓷应该很值钱。走，去古玩市场看一看。不用，小伙子，看一看有什么想要的。小伙子，有什么想要的吗？保证真品，假一赔10。随便看看。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到那件陶瓷瓶啊？难道是被人捷足先登了吗？小兄弟，你在我这摊位看了这么久，有相中的古董吗？老板，您这儿有没有那个？老板，祖传的瓷瓶，收吧。原来不是被人抢先了，而是我来早了。收啊，先看看成色才能定价啊。您上眼。
这个我最多给这个数，给20万呀？难道是200万？你想什么呢？你这破玩意儿不值钱，我最多给200块。啥？200块？这可是我家祖传的，我要不是给我嫂子治病，我才不卖呢。哎，你给我拿过来吧。你可真是个黑心商家，我去其他摊位卖去。就你那破玩意儿，在这古玩市场有出价比我高的，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当夜壶玩，我还不信了。哎，大哥，你那卖多少钱？你给我出个价。哎，兄弟，他那玩意儿不值钱，就是普通窑洞烧出来的普通瓷器，遇见个不懂行的，最多卖个2、3千，再高就卖不上价了。你看看我这边的古董，随随便便一件，你都可以当传家宝，传给下一代了。你这个摊是我没有喜欢的，我不想买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？你说，在这个古玩市场，我都能给你搞到手。哎呦，我不买，你这东西不行，那人都走远了。走就走呗，你在我这儿买件古董呗，今天还没开张呢。哎呀，不买，你烦死了。买个东西吧。你放开我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其他商铺就给100块钱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刚才说你想卖是吧？你能出什么价格呀？大哥，我听说你这个瓷瓶子是祖传的，卖了是为了给嫂子治病是吧？啊，那你嫂子治病需要多少钱？你想卖个什么价位？我想卖这个数，50万呢？5万就行，够给我嫂子治病就行，我就想要这么多。行，那看在你救嫂心切，你手里这个陶瓷瓶我就要了。行啊，谢谢老板。来，扫码。给。哎呦，好了。哎呦，小兄弟，你怎么转了10万呀？5万就够了呀。是这样，我也有嫂子，当年我为了给她治病，也是东奔西走的，四处去借钱。这5万块钱就当是你我之间的一个情感上的共鸣。祝你嫂子早日康复啊！谢谢小兄弟，谢谢。我叫张博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，您尽管开口啊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兄弟，你既然这么有钱，买我件古董回去当花瓶呗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松手！我不松。你松开！除非你在我这儿买个古董。我不买，你松开！你松开！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我操他妈的，看走眼了！这蕴藏玄机，瓶中瓶，青花瓷呀！我的青花瓷瓶，你激动个啥？你又没付钱。想不到是瓶中瓶啊！古人智慧可真伟大，知道没人会去摔瓶子，所以将真品藏在一般藏品中，来达到保护真品的目的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之前这个陶瓷瓶的主人也在我摊位上问过价，我给出100块，早知道多加个0也能捡个大漏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小子，怪不得人家要5万，你非但不觉得多，反而转10万，你才是内行人呐！我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个人比较可怜，想帮他一把。如果这个要是让你们这帮摊主说的话，估计连500块都给不到，你们还有脸说我呢？对，我们大都是想以小博大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个青花瓷打算出手啊？有这个想法？你打算出多少钱买？我出50万买下这个青花瓷。50万？50万你就想买青花瓷啊？你是想低价捡漏啊，还是觉得这个小兄弟不懂青花瓷的行情？你也听到了，50万太少了，我这青花瓷怎么可能卖你呢？好说，不行的话就80万。哟，听见没？80万，这还嫌低啊？哎，行，100万，100万，把这青花瓷卖给我吧，这可是天地良心啊！我平时就喜欢收藏这个东西。这样。我其实啊，对这个古董行情也不是特别了解，要不再加点？行，那就再加20万，120万，成就成，不成我就走。看他的样子，似乎也只能做到这么高了。再说了，日赚100万，一般人根本做不到。行，成交，成了，来。要是让嫂子知道我今天卖了这么多钱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很开心呢？兄弟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在我的摊位上买点东西啊？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要分我钱呢？兄弟，小瞧人了不是？你捡了个大漏，是你好运，我不眼红，但我眼馋呐。你在我摊位上买个古董，给我开个张，行不行？你这一摊子假货，你让我买回去，你怎么知道假货？别，我这都是真品，你不能乱说话。再说你都这么有钱了，捧个场怎么了？突发特殊捡漏情报，检测到99号摊主身上的玉手串材质乃冰玉种翡翠。冰玉种翡翠，仅次于帝王翡翠的玉石啊！
没想到这个老板手上竟然能带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手镯这么值钱，先试探一下再说。那行，既然你那么诚心，那我就在你摊上挑个骨头，就当是帮你捧个场了。哟，谢谢兄弟，你随便看，我绝对不会漫天要价的。这个多少钱？兄弟，好眼光啊！这听说以前是峨眉派尼姑的玉扳指，据说还是乾隆爷。哎呀，你要谈价就谈价，你别跟我说那有的没的故事啊！说价格。好，那就一口价，10万块。10万块？你这也太贵了吧，老板！你我都心知肚明，你地摊上这些东西全是假货，你就不能诚心给价吗？你就当捧个场了，捧场也得是1分价钱1分货，你这的东西我是没一个满意的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手串是什么材质啊？你找这个呀？5万块。5万？看来这老板绝对不知道这手串的价值。冰玉种的翡翠，拿到拍卖会去拍卖，至少也得100万起拍。唉，5万太贵了。老板，你这手串就是几个小石头串起来的，哪能要那么贵啊？这手串当初是我在乡下收的，花了200块钱，当时看着漂亮才要的。无论这小子出多少钱，我都是稳赚不赔。你诚心想要啊？想要的话，我给你便宜点，100块。哎，哪有这样捧场的？你刚刚都赚100多万了，都是百万富翁了，才出100块。我就单纯的觉得这个手串好看，买过来想要送人呢。就算送人，你也不能买这么便宜的东西吧？加点。你要加多少啊？这样吧，你再加2个0，这单生意我们就成交。最多1个0，不行的话我就走了。哎，算了，卖给你了。谁叫我今天没开张呢？转过去了。谢谢兄弟，欢迎再来啊！又白捡一个大漏，挣钱就是爽。小易啊，你叫嫂子出来吃饭，怎么来这种高档的餐厅啊？还点这么些菜，一会儿咱们怎么付得起钱呀？哎呀，嫂子，我们都好久没有出来吃过饭了，今天好不容易出来吃个大餐，别那么拘谨。但是如果一会儿真没有钱付账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吃霸王餐。那等会儿我借口去上厕所，然后找个电闸拉下来，你呀趁乱逃跑，知道吗？嫂子，别那么紧张，吃个饭还是付得起钱的。啊，你看，个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，你100万？小易，你是怎么有100万存款的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嫂子，今天呢，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无意间买到一个天然的野山参，被人给高价买走了。然后我就想着去古玩市场给嫂子买个礼物，没想到竟然买到了真品，最后又被人给买走了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变成有钱人了。小易，你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嫂子真为你感到骄傲。所以说嘛，嫂子，人在走运的时候，那喝口水都能赚钱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我给你啊买了个礼物。这是我送给你的冰玉手串，你可别看它外表啊像石头穿起来的，但是它里面内含玄机，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不同之处。试试看，喜不喜欢？合适？喜欢。小易长大了，知道给嫂子送礼物了，可是嫂子却没准备礼物。嫂子，你别那么说，我哥走得早，我对你好是天经地义的。哎呀，吃饭吧，快吃，吃不饱我们再多要几个。突发情报：本餐厅大厨所用的菜刀材质乃是青铜锻造的刀身。我去，青铜刀身，那得值不少钱吧？我得想办法去看看。哎，服务员，麻烦来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去你们后厨看一下吗？这位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后厨不让客人进。就看一下，没人知道的。好。先生，您得快点看，被店长知道了要骂我的。哎，小李，这是哪位？这是啊，你好，马师傅，我就是个顾客，我刚刚在外面吃了您做的菜，觉得特别好吃，所以进来看一看呢。哎呦，谢谢啊，小兄弟，我做菜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有人到后厨来说我做菜好吃呢。这老马大厨用的菜刀，怎么看都是一把普通的菜刀啊？怎么讲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宿主，你在质疑我？要透过外表看本质啊！如果肉眼能看出来的东西，那还值钱吗？友情提供鉴宝方法，此菜刀在火上炙烤1分钟，刀身便可出现变化。原来是铁菜刀，看来也是铁包头。哎，马师傅，你这把菜刀在哪儿买的？感觉好锋利啊！这是我媳妇儿的嫁妆，当时她家是卖猪肉的，
嫁给我的时候就带了过来，说是什么传家宝。不过她也不在人世间了，这是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嫁妆睹物思人，那这个宝贝如果我还要捡漏，这也太不是东西了。马师傅，你这把菜刀的材质是铁的吧？啊，对，是铁的，铁的比不锈钢的用着好用。但是要经常打磨，要不容易生锈。而且这把刀很锋利，剁肉、剁大骨头都很轻松，而且不用再去买剁骨刀什么的。的确是挺锋利的。不过马师傅，你可能不知道这把刀的价值。你老婆给你陪嫁的这个东西啊，很值钱的。嗨，值钱？这能值多少钱？一把普通的菜刀也就100来块钱。哎呀，马师傅不一样的，你得透过外表看本质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把这把菜刀丢在火上炙烤1分钟，绝对会不一样。这能行吗？这是铁的，遇到高温它会融掉的。哎呀，1分钟融不了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可以试一试。神秘兮兮的，这菜刀还能藏着宝贝啊！这居然是铜菜刀，是青铜菜刀，上面配有麒麟纹，应该是西周产物。稀奇啊，一个菜刀也能变成古董，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略懂一二啊。马师傅，你老婆把最值钱的、最好的留给了你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菜，才知道这是一把青铜菜刀。老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要是告诉我，我就把它卖掉，换钱给你看病。看来每一件古董的背后，都是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的故事啊。哎哥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这古董能卖多少钱？具体多少钱还真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马师傅呀，摇身一变，马上变成亿万富翁了。天哪，1万富翁！哎，马哥，我以后是不是要叫你马富翁了？这把菜刀我也没打算卖，这是我老婆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。我要把它卖了，只顾物质享受，我就太不是人了。话说回来了，在这儿给你们做饭，我过得也挺好，谢谢你啊，小兄弟。客气什么？我也只是看出了这把菜刀的不凡。哎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，当做传家宝传下去。哎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给你下面吃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，先走了。哎呀，今天虽然没有捡到漏，但是心情无比的美丽，赶紧回家陪嫂子。检测到宿主前面的垃圾桶里有一大束被遗弃的玫瑰花，宿主可捡漏。玫瑰花？系统，这玫瑰花有啥好捡漏的？玫瑰花是经过包装的，花蕊是金子做的，宿主还质疑吗？包金的玫瑰花啊，肯定是哪个舔狗为了讨女神的欢心，把包金的玫瑰花伪装成了普通玫瑰花，结果女的瞧不上，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，嘿，让我捡到便宜。现在行业这么卷了吗？垃圾桶也有人抢着翻。又是你啊，小伙子，你不是送外卖的吗？老婆婆，好巧啊，我的东西丢了，所以过来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。只要不拿我的瓶子就行。放心，肯定不拿您的瓶子啊。您捡，您捡。好好好。找到了，原来是包了一层和玫瑰花一样的花纸。这要是丢弃它的人知道是黄金玫瑰花，该是什么表情啊？不过是一束玫瑰花嘛，就没有瓶子值钱，看把你高兴的。婆婆，咱们审视东西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感觉的点也不一样。祝您多多捡瓶子啊！这小伙子人还挺好的嘛。把这个拿回去送给嫂子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嫂子，你还没睡啊？你还没回来，嫂子怎么睡得着呢？辛苦一天了，快去洗澡吧，我去给你拿换洗衣服。哎，我不是有意要亲到你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要拽你的，刚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。下次别这么冒失了。嫂子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，那给。这是玫瑰花呀。小叶，虽然咱家现在条件还可以，但这种东西不务实，下次还是别买了。嫂子，你看这个玫瑰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这不就是普通玫瑰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再仔细看看，摸一摸它那个花蕊。这是黄金做的玫瑰花呀！对，黄金做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可是小叶，现在金子价格这么贵，你怎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呀？今天的小叶很不同寻常，又是送手串，又是送花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是不是喜欢我呢？
可我又是他嫂子，虽然他大哥走得早，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始终却相敬如宾，从没像今天这样。而且他刚才还被我亲了一下下，哎呀，害羞死了。嫂子啊，怎么了？这个玫瑰花呀，其实是我从垃圾桶捡过来的，但是我看出了它的珍贵，所以才把它送给你。啊，捡的呀？那我也喜欢，我去给你放水。不用了，嫂子，我今天不想洗，我太累，我想先睡觉。啊，这现在就睡觉啊？这不太妥当吧？我先睡了啊。原来是这个睡觉啊！系统，今天有没有捡漏情报？京东会馆108号技师所用的小芋头材质乃是金丝楠木，宿主可去消费捡漏，捡漏成功将有几率触发抽奖模式。我去，给人洗脚的木盆竟然是金丝楠木，这可是木材中的极品，号称是古代帝王木，好像曾经拍出1000万级的价格。哎呀，这个漏必须得捡。不过精工会馆的消费不低，得先去取点钱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，就是看你睡到大中午了也没起床，就想着来看看你。那个，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嫂子，你今天穿那么好看啊！你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天天穿给你看。看来我的魅力还是能够吸引住小易的。哎，你走什么呀？我还下了面给你吃呢。哦，等我回来再说吧，嫂子，我还有事儿得出去一趟啊。你，这地方真贵，点了一瓶红酒，居然收我1000多，还有这包厢都要我1万块。老板好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就要108号，你给我弄这么多女郎过来干嘛呀？老板，息怒啊！108号技师现在还在忙，那边客人补放啊，一时半会儿真来不了。我就想好好捏个脚，就想感受一下108号的手法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加钱够不够？这个嘛，够不够？够了够了，我这就把108号技师给他喊来，走。快去！真是。就是这个盆，金丝楠木。老板您好，让您久等了。但先说好，我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我不陪酒，不陪聊，不陪笑，我只负责洗脚。你这规矩还挺多的嘛。哎，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于婷婷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宁毅，好巧啊！洗个脚想捡个漏，居然碰到初中同桌了。这可是当年的学霸校花呀，无数屌丝垂涎的女神呐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做这个呀？这为了挣钱吗？嗨，也是为了生活嘛。我记得当年好多男孩都喜欢你，就连我都给你写情书了。可惜啊，最后还是跟小黄毛好上了，导致后面的学习一落千丈，最后连高中都没考上吧。当年的事就别再提了，人都会犯错，我也在为我自己的错误而承担后果。你现在是我的顾客，我负责服务好你，先洗脚吧。哎，行。哎呦，哦，宁毅，舒服吗？哎呀，这中药牛奶泡脚就是舒服啊！哎，你给我好好捏捏，让曾经的校花给自己洗脚，这感觉一个字，爽！宁毅，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啊？我啊，送外卖呢。你可真会开玩笑，送外卖哪能在这个地方消费？你订的这个包间最低1万起步，只有大老板才能在这消费得起。宁毅，你出门带这么多现金干嘛？我这人出门喜欢带点现金，能让我有一种花钱的快感。这目测得有30-40万吧？差不多。刚才出门的时候取了50万现金，
本来还觉得不够消费的，没想到你们这儿消费这么便宜。刚才又砸出去一些钱，现在估计还剩个40来万吧。宁毅，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呀？好有钱呀！我跟你说了呀，我现在送外卖啊。你还是和初中的时候一样，喜欢逗我这个同桌开心。你觉得你说这个我能信吗？我真的是送外卖的，送外卖是我的职业，骗你是小狗。你真可爱。不过咱俩这样一聊天，我们之间都不尴尬了。是啊，跟于婷婷聊天，气氛还挺欢快的。但我一会儿得想办法把这个金丝楠木洗脚盆搞到手。宁毅带这么多现金，肯定是低调的大老板，我得想办法抓住这个机会。况且他那时对我表白过，说不定现在还喜欢我呢。只要傍上他，我就能给哥哥治病了。你干嘛？宁毅，你当时给我写的情书表白还算数吗？我之前跟你表白你不答应，现在怎么再续前缘啊？那我现在答应做你女朋友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是过来洗脚的，不是来做那种事儿的。那么咱们这次相见，你对我没有别的想法了吗？那都是懵懂时期的回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对我不感兴趣了？可是我现在对你感兴趣，怎么办呢？咱能不能聊点别的？聊什么？聊你这些钱是怎么赚的吗？哦，看来于婷婷对我的态度突然暧昧，不是因为我长得帅，也不是对我突然来感觉，而是看上我的钱了。你对这个感兴趣？我不拜金。嗨，这沓钱给你，就当是我们老同学重逢的见面礼。真的？啊？但是你别再对我动手动脚了啊！好吧。那咱们现在可以聊点别的吗？可以啊，你想聊什么？你们这个木头的洗脚盆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呀？我感觉把脚一放进去，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解乏。是我的小手给你按的解乏吧？不是，是你们这个木头洗脚盆的底部啊，有一个齿扣，我的脚底啊，一踩上去就感觉到浑身特别的放松，特别的舒服。哦，对，你这个木头的洗脚盆到底是什么材质的？这木洗脚盆啊，这是会馆统一买的，然后再卖给我们个人，500块钱一个，不知道什么材料，我猜就是一般的木头吧。我想买一个这个洗脚盆，我觉得它比我们家的塑料洗脚盆舒服多了。再说了，这种地方我又不能天天来，所以我想买一个回去自己用。你想买一个啊？那你出多少钱？这个行吗？5000。这个行吗？5000。好，可以，那我把这个给你，可以吗？这么顺利的吗？我还想着怎么套路买这个呢。明白了，他是为了赚这个差价。这个木盆是我500块钱买过来的，卖给宁毅5000块，还净赚了4500啊！到时再找会馆经理重新购买一个就行了。怎么算都是我赚，毕竟像宁毅这样的大客户，不宰一刀不合适啊。我买你这个洗脚盆倒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没有盆子了，那你们经理不会训斥你吗？没事的，这一个木头洗脚盆而已。我跟经理说，客户踩坏了，随手扔垃圾桶里了。就这一个木洗脚盆，没人会在意的。那行，来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行，那这个洗脚盆就归你了，我再去拿一个新的。等我哈。不用，我洗好了，不用。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到金丝楠木。恭喜宿主成功捡漏金丝楠木，获赠抽奖一次，是否抽奖？抽，就等这个呢。恭喜宿主抽中透视神眼体验卡1张，持续时效24小时，可以透视各种古玩信息，还可以透视人体的奥妙秘密。透视眼，这个我喜欢。不过眼下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懂行的人，把这个洗脚盆卖个高价。如果去古玩街的话，可能就会被别人给压价。对，上次那个买我野人参姓牛的爷爷，看起来好像财力挺雄厚的。哎呀，上次给我的名片放哪儿了？喂，谁啊？小老弟，还记得爷爷不？我靠，你怎么骂人啊？你谁啊？小老弟，爷爷不是想占你便宜的，我是上次买你野山参的那个牛爷。牛爷是吧？我想起来了。
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的？以我的背景，在江城查个人的电话很简单。有时间吗？来一趟皇朝大酒店，666包厢。正好，我也正要找这个牛爷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宁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女的跑过来干嘛？该不会是发现这洗脚盆的珍贵之处了吧？哦，宁毅，我请了1天假，我们能去看电影、吃饭吗？改日啊！你好坏呀，饭都还没吃呢，就改日。玉婷婷，你额头没烧啊？你在这发什么烧啊？我说的改日是我还有事儿，得先走，改日再吃饭啊！走。宁毅，你不解风情，老娘早晚有一天把你拿下！哼，等着吧，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。知道爷爷为什么摆这一桌吗？知道呀，感谢那个卖野山参的人，要不是那个野山参，我的病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。等会儿恩人来了，你可不许耍大小姐脾气啊！你要好生的感谢人家。感谢倒是可以，但是爷爷的心思我有点琢磨不透啊，恐怕是藏着小心思的吧。我是觉得那小伙真不错，是个潜力股，我有意撮合你俩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有心上人了。你那个心上人到现在在哪儿还不知道，都藏在心里多少年了，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吧？你要打开视野，兴许以后遇到一个更好的呢。等会儿他来了，你带他去鉴宝会，让他长长见识啊！爷爷，带恩人去鉴宝大会，就相当于带了一个陌生人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哎呀，牛爷，小兄弟，你终于来了，来，快请坐。你怎么带个盆呢？你这人刚从洗浴中心出来的吧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去泡脚了，所以没来得及。没事，年轻气盛，可以理解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的孙女儿牛碧，这就是你的恩人宁毅。牛碧，这名字起得好。是他。站住！你们家那么有钱，这2天为什么没有交保护费？麻溜的赶紧交了。我这2天往家里要钱，爷爷都问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了？这2天可以不交吗？哎呀，不想交保护费呀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。姐妹们，给我打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，还要不要脸？放开他！哎呀，来了个多管闲事的，姐妹们，给我2个一起打！一个小不点儿还想英雄救美，不自量力！姐妹们，我们走。小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曾经救过我的恩人，这次又救了我一命，看来真的是上天眷顾的缘分啊！那个，我们认识吗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看来小哥哥记不起来我是谁了，不过没事，我记得他就行。可能是眼熟吧，小哥哥长了张大众脸。哦，牛爷，您帮我长长眼，帮我看看我这个洗脚盆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好，一个洗脚盆子而已，难道还能是什么古董吗？孙女儿，你可别说，宁毅带来的这个盆还真是古董啊！你看这底部这纹路，还有这内壁都带有金丝纹路，真是细密瑰丽呀！带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这是妥妥的金丝楠木啊！金丝楠木，天哪，那这是好多钱吧？是啊，至少上千万。小兄弟，你真让我大开眼界呀！上一次是野山参，这一次是金丝楠木，你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，不知道你这东西从哪儿得到的呀？实不相瞒哈，捡漏。不错，我记得上一次的野山参也是捡漏，你的运气真的很不错。这个东西我收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开发票。爷爷，先别急。怎么了，乖孙女儿？爷爷，我觉得年爷哥哥运气这么好，捡了个洗脚盆子都能是金丝楠木。那今晚的鉴宝大会，我想让年爷哥哥陪我去参加。这个发票可以先给他，但前提条件是他得陪我去参加鉴宝大会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刚才我这孙女还有点反感我撮合，还不让带恩人去鉴宝会，这怎么一见到本人就变得这么主动了？难道是一见钟情了？你让宁毅陪着，不让我这老头子陪你一起去鉴宝大会是吧？宁毅哥哥就行，他运气这么好，说不定在鉴宝大会上还能捡个大漏呢。好，晚饭后有时间去鉴宝大会吧，到那增长阅历。来，用餐。鉴宝大会上的东西应该都是真品吧？
过去的话估计请不了了吧？不过倒是可以提高自己的价值观。好的，牛爷，我答应了。好耶！只要和牛爷哥哥单独待在一起，说不定他慢慢的就能想起来我是谁，然后说不定我俩一来二去，日久生情。快吃，牛爷哥哥，吃完后我带你去鉴宝大会长见识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这女的怎么总感觉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？咱能不挽着吗？一哥哥，你看这鉴宝大会上哪个男的女伴不都是挽着的吗？别那么拘谨嘛。挽是可以没问题，但是你别老用你那俩溜溜球来回蹭我呀。你讨厌吧？哪有这样说女孩子的？哼！行行行，走走走。哟，牛逼大美女，病好了吗？就来参加江城1年1度的鉴宝大会了。我追你的时候被你拒绝过无数次，说什么也不谈恋爱，不搞对象，让我一度以为你是个使女。现在怎么找了个屌丝当男朋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声明一下，我不是牛逼的男朋友。哦，不是男朋友，是包养的小奶狗了。我也不吃软饭，请你注意言辞。他就是我男朋友，狗大少你就死心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的讽刺人。我不想当挡箭牌啊！我记得儿时当过，被几个小太妹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从那以后我就长了记性，看来现在又要当一次护花使者了。你就帮我一次吧，不然这个狗大少还会对我纠缠不休的。就这么一次啊？这只是暂时的。小子，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躲在女人身后。你也瞎呀！你没看到明明是他躲在我身后吗？我操！你敢骂我？去，给我掌他的嘴！哎，这可是鉴宝大会，狗大少，你还想动手打人不成啊？好好好，我不让人打他行吗？不过我很好奇，你身上有什么魅力，能让碧碧你看上？知不知道我可是狗氏集团的少东家，我家有10几亿的资产，而且我是牛逼男朋友。我20岁就考入牛津 MBA， 拿下双博士学位，25岁就……我是牛逼男朋友。我从小条件优越，个人名下还有30套房产，而且我是牛逼男朋友。我每天从200平的大床上醒来，代步工具最次的都是 BBA。我是牛逼男朋友。你除了会说这么一句，你就不会说点别的了吗？他真的是我男朋友，这下你死心了吧，狗大少？我不服！小子，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？我可是有鉴宝协会颁发的 A 级鉴宝师，对各种古玩都有着独特的鉴别能力。你要跟我比试鉴宝能力？对，在我最牛逼的领域击败你，输的话就把牛逼让给我，我还要剁掉你的4肢。你赢的话，我跪下喊你爸爸，而且从此再也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。可敢应战？有何不敢？我就当着这鉴宝大会，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光明正大的打败你。我感觉这种感觉应该会很爽吧。一哥哥，别跟他打赌，这狗大少在鉴宝行业的确是有天赋的，经他鉴定过的古董玉器，从未看走过眼。说假的就不会是真的，说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。哦，这么厉害，那我可得好好会会。毕竟我可是有透视陈岩体验卡，根本不惧一切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咱们的赌头即刻生效。各位静一静啊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哦，狗大少，你这是不是又要搞什么大事啊？今天这场鉴宝大会，我要与这个小子进行私人对赌，谁赢得多，牛家牛币大小姐就归谁所有。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以女人做赌头，有意思。狗大少，我支持你。狗大少一直中意牛逼大小姐，奈何一直热脸贴冷屁股。听说牛逼大小姐前段时间生病了，是全靠着野山参治好的。现在狗大少想趁着这个机会一举拿下牛逼大小姐啊！狗大少，我支持你。你要是赢了，那小子若是不服，我们一定不让他走出这里。那真是感谢大家的厚爱了，毕竟我对牛逼的感情众人皆知啊。可是他背着我和这个男人搞到了一起，这让我心如刀绞啊！所以我只能以这种形式来得到牛币的爱啊！这是狗大少，这是狗大少，这是狗大少！你能别吹捧和说废话了吗？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可以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最优秀的男人。通知鉴宝大会主办方，以我狗大少的名义，与这个宁毅进行私人对赌。是。哎，你终于今天的诸位，我建议一下，
本次的鉴宝大会临时有变。刚才得知狗大少和一个小瘪三打了赌头，这次鉴宝会也变得更加有乐趣，所以主办方同意了狗大少的请求，改为2人对赌大会。不知在座的嘉宾可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最喜欢这种带赌头的鉴宝大会了。那好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鉴宝大会开始，有请狗大少和那位小瘪三上台鉴宝。当然，台下的嘉宾若有高见，也可一同鉴宝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地位。我的面子，主办方还是要给的，而你能给牛币什么？啊，别去赌，这可不是捡漏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比实力。而且这主办方肯定和狗大少私下勾结在了一起，你上去肯定会输的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那干嘛还要来我当挡箭牌？这是我的错，可是我不想让你输。怎么不敢上来？哎呀，不敢上，不敢上！你要是现在认输，还来得及。你看看他嚣张的气焰，如果不上去杀一杀他的锐气，日后他还会死缠着你的。再说了，你要相信我嘛。是啊，我应该相信他，就像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护在身下，保护着我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，大不了输了我陪他，然后把他给骗了。这6件古董是你先鉴还是我先？随便。行，那我先吧。这是百鸟春色图，图是百鸟发春之意，表示了动物在大自然中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出自古人沈大师之手，是真品。狗大少高啊！嘘，釉色丰富，呈现黄、绿、蓝、紫等色彩，有着铁、钴等金属着色剂实现色彩变化，以及铜绿和铁红的条纹装饰，是华阳窑烧出来的，是皇家御用的珍品。琉璃瓷，你不发声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这是龙纹玉佩，古代皇帝挂在腰间，以展示九五之尊之威严，是真品。哟，是真品啊！真品，是真品啊！哦，这9尊边上有龙凤呈祥，色泽古老而鲜艳，散发着岁月气息，应是古时皇帝大婚时与皇后共用的龙凤9尊，是真品。鼓掌！哎，从主持人的言行举止来看，狗大少应该是鉴定对了。那可不，主持人肯定知道那6件物品的真假，那小子这次必输无疑呀。这2件物品都是真品，且我若没有鉴定错，应是皇室御书房帝王专用的鼻烟壶和文房4宝。你的鉴定结果是这6件全部都是真的 ？Of course， 该你了。没问题。触发特殊捡漏情报，检测到卫生间里第一个隔间有50千克的黄金，宿主可进行捡漏。这时候来捡漏情报了？等等，卫生间里的50千克黄金，这个是什么东西的黄金啊？系统，宿主可前往去看看。这么神秘？行，我就先去看看。啊！哎呦！哎，我去！我肚子疼，我得上个厕所。他怎么走了？跑了，跑了！这小子该不会想开溜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去。哎，这啥情况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这个呀。系统，这隔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！这门是颗粒板，马桶好像也是陶瓷的，你是不是捡漏情报给错了？给点提示呗。掀开马桶盖。这什么也没有啊！等等，黄
黄金马桶，宿主还不算笨嘛。但是这黄金马桶谁把它放这儿了？而且这是公共的，万一被人拿走了怎么办？别人若是发现了，还有宿主的事情吗？说的也对啊，哎，不管什么人了，反正我发现了就是我的。但是得想办法把它弄出去才行啊。哎呀，等找机会吧。我上个厕所你们都跟着？怕你跑啊？哎呀，我不是那种人呐。我，你他妈滋我裤子上了！你跪的吧你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谁让你离我那么近呢？混，在外面有牛逼护着你，我不动你，哼！但在这儿，给我打他一顿再说。哎，等会儿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们别逼我打你们呢。就你这样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想打我们？就你这种小菜鸟，一拳打死一卡车。哎呀，以和为贵嘛，我真不想打你们。这。上次被那个女劫匪差点一刀干掉的时候，激活了系统被动功能，让我的身体强化到一个超级强悍的地步。就这种情况下，我拳头再稍微用点力，就能直接把他干死。你打他呀！我，你扮猪吃老虎？不是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忘了，能打了不起啊，有本事咱们比试鉴宝啊！哎呀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了呗，我有点害怕。放心，我不会打你的。像你这种软骨头，我要在鉴宝大会上堂堂正正的击败，让你知道你就是跳梁小丑。走啊，鉴宝去啊！开心点儿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在厕所对你做了什么。哼，走吧。那咱们就鉴宝比试本事，你不准再打人了。走啊，走啊！一哥，我刚才思前想后，觉得我们也鉴定成真品吧。毕竟狗大少与鉴宝大会的主办方有勾结，所以他肯定提前知道这6个物品的真假，所以我们跟着他的结果走，应该不会出错。我提醒一下，你不能跟我的鉴别结果全都一样，要不然就分不出胜负了。听到了吧？想偷鸡偷不成，相信我就完事儿了。借助这些东西鉴宝，赢的几率会更高一点。不用，真不真假不假，我一看便知，不需要这些东西辅助。不用，真不真假不假，我一看便知，不需要借助这些辅助工具。系统，我要使用透视体验卡。透视体验卡使用成功，时效24个小时，可看穿一切物体的内部构造信息。不错不错，仿佛双眸能洞穿沧海桑田一般。先看看能透视到什么。我去，这全部是白骨架子呀！一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哇，这系统透视体验卡的效果，这也太那啥了吧？不都是说透视眼可以透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吗？哇，这透视眼这也太露骨了吧！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想看这白骨，我想看点别的，比如说漂亮的美女不穿衣服的那种。不穿衣服的那种播不了。喂，你愣在那半天干什么？还不赶快鉴定这些古董？你要是不会鉴定，你就乖乖认输。你叽叽喳喳什么呢？我现在就鉴定。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这6件东西全部都是假的。假货！这个小子的脑袋长屁股上了吧？居然全部鉴定的是假货，蒙都不可能这样蒙的吧？狗大少可是 A 级鉴定师，他鉴定说是真的，就一定是真的。那小子看来要输了。一哥，你可千万不要瞎胡鉴定，这里可是鉴宝大会，怎么可能全是赝品？再说，就算蒙的话，也能蒙对1-2个呀。我的眼睛告诉我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。完了，这次铁定输了，也不知道选择相信牛毅是对还是错。哼。你的意思是你鉴定的这些都是赝品吗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改过机会，到时候输的话可别哭鼻子了。这6件物品在拿上来之前已经由鉴宝协会鉴定过，所以你鉴定错了，那么后果你是知道的。现在狗大少怜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重新鉴宝吗？没必要再鉴了，
全部都是假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一会儿你就会输得很难看。哎呀，晚上洗白白，可以在床上等我摧残喽。现在让大会通知这个鉴宝结果了，看看我们两个鉴定的谁对谁错。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向大家公布一下这6件古董的真假信息。那么这6件古董都是由鉴宝大会鉴定过的，所以不会有水分。百鸟春色图经鉴宝会鉴别真品，琉璃瓷经鉴宝会鉴别真品，这都是真的，真如此啊！九尊一对经鉴宝会鉴定真品，鼻烟壶经鉴别是真品，文房四宝砚台经鉴宝会鉴定真品。厉害了，狗大少，不愧是 A 级鉴宝师啊，鉴的全对。承让承让，我也只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。看着吧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好讲的？一哥，咱输了。难道鉴定大会鉴定出来的结果就可以服众吗？难道就没有出错的时候吗？你是在质疑鉴宝师的权威吗？男人愿赌就要服输，害怕输就不要和狗大少打赌了呀。你是不是还想垂死挣扎一下？万一出错了呢？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这种概率绝对不可能出现。那如果出现呢？凡事都不是绝对。看来你还是不死心。好，如果出现了这种概率，就算我输。但是你得找出我鉴定错误的证据，要不然你就乖乖认输，把牛币送到我床上来。哎呦，打碎了！为什么打碎了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把琉璃瓷打碎了呢？这小子是在作死啊！这琉璃瓶老鼻子贵了。一哥，你打碎这东西干什么？那还不是因为他自知赢不了我，然后认输了呗。小子，你说你打碎这个琉璃瓶，你也还是输，而且你还要去赔偿这个打碎瓶子的价值。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抽风了呀？我打碎这个瓷瓶子是要证明这个琉璃瓷是假的，既然是假的就不值钱，打碎了就打碎了。何以见得呢？你的证据呢？你们看，因为这上面写的 Made in 大夏，如果它真的是琉璃瓷瓶的话，难道古代御用的皇家瓷瓶子会写这些字吗？这可以证明琉璃瓷瓶是假的了吧？幸亏之前使用透视体验卡透视这些信息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瓶子内部的构造，还有其他5件物品都是假的。耶，好棒啊！我们终于扳回一局了。淡定，我说了不会输，就有不输的底气。兄弟，你才证明1件是假货，那其他的呢？你别高兴太早。对，这个琉璃瓶是我看错了，但你还有剩下5件，我看你怎么证明都是假货。你干什么？这幅画这么珍贵，你根本赔不起，不止烧。寇大少，你别着急呀，你这么着急，难道是怕我找出这幅画造假的痕迹吗？放心，这幅画如果说我没有找出造假的痕迹，我照价赔偿。对，今天我在这里，如果这幅画鉴定出来是真画，我替一哥如数赔偿。如果真鉴错，你不仅要赔偿，还要晚上陪我睡觉。寇大少，你看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王老五画作，这他妈造假也造得太逼真了吧！王老五可是业界最牛逼的造假大师，一般他的画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他会在画里刻上他的名字。想不到你竟然能看得出来，哎，我有点敬佩你啊！实话，要不是有个烟洞，它就是真品。他妈的，看走眼了，这次算我输。王老五什么东西，天天在这造假。耶，太棒了，又赢了一局。你怎么亲了我一下？一时情不自禁亲了你一口，别太拘谨嘛。下次亲之前提前打招呼啊，要不然不让亲。好。你们两个腻歪啥呢？这才鉴定了2件是假的，还有4件呢。别着急嘛。你刚才说这是古代皇帝佩戴的天子玉佩，那我问你，天子玉佩是什么材质？当然是最好的帝王翡。虽然我刚才没有说这块玉佩的材质，但想必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多说。很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就不是帝王翡的材质。不能吧？这玉佩看起来很漂亮啊，这么好的材质，应该就是帝王将相的吧？
可如果帝王翡的材质单凭肉眼就能看出来，那你们也是愚蠢至极。看什么？还不赶快去鉴定！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高大少，快说是什么材质？高大少，我私下跟你说吧。我输得起，是真品还是赝品？你现在说出来，私底下说，让别人以为我在搞什么鬼。好，我说，这玉佩的材质是石英石材质。这么大的石头，不会吧？这样，石英石材质，这是最便宜的石头了吧？葛大少怎么能三番五次看走眼呢？可能是纵欲过度了吧，玩得太花，连鉴宝的本事都没有了。我现在越来越看好这小子了，有点真本事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是假货。他妈的，这造假的水平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坑我好几次了已经。既然是假货，还留着干什么？这次我又输了。不过还有3件，你要是都能证明是假的，那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刚才说这个酒樽是古代皇帝和皇后成亲时用的兑酒的杯子，你现在说是吧？对，这个古董，我相信自己的本事，这次鉴定我绝对不会错。如果这次是我再能看错，他妈的自己扇自己耳光。这个酒樽呢，的确是个古董，可惜啊，它不是帝皇用的，它是民间的仿制品。你怎么证明？就算不是帝皇用的，那它的材质也不会错，是青铜的。如果连这一点我都能看走眼的话，我直接撞死在这柜子上，怎么样？你的情绪没必要这么激进吧？没错，的确是青铜的。是青铜的，就说明这是真的。只不过是掺杂了青铜，而且还不是皇帝用的呢。因为你看看它的底部吧。大周朝民间仿铸，这又是假的。狗大少再次走眼。我他妈的眼瞎呀！竟然不知道去看底部，这种最低级的错误我都会犯。狗大少，你别着急扇自己，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鼻烟壶和文房四宝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2件，难道就没有一个真的？这上面的3个字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工艺品。那这个呢？皇家御用的文房四宝，不会再出错了吧？很可惜啊，这个也是假的。如果是皇帝用的，它不会是空心，肯定是实心，因为这个是空心。妈的，为什么是空的？为什么？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，输得毫无怨言。我承认你小子有这个本事，我愿意兑现之前的赌约。我不需要你叫我爸爸，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大逆不道的儿子。记得以后见到牛逼绕道走，不要再去纠缠他。我这人从来没服气过谁，你是第一人。是啊，兄弟，你是从何门啊？有兴趣帮我鉴个宝吗？我可以给你钱的。没兴趣。太好了，赢了，我们反败为胜了。你怎么又亲我？女朋友亲男朋友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说好了只是暂时的男朋友吗？我是被你硬拉过来当护花使者。我们走吧。我还没同意让你离开，虽然我甘于认输，但是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次？再骂一句，你有种！这个恶计，老子记下了。走吧。大哥，我要拜你为师。拜我为师？是的，我不当主持人了，我要改行。我要拜你为师，我要拜你为师，我也要拜你为师。这不就赢了个比赛吗？至于吗？我被主持人精神感染到了，我也要拜你为师，请收下我的膝盖吧。一哥，这些可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如果他们拜你为师，那你日后无论是在古董界还是鉴宝界，都是能横着走的存在。没有收过这么多徒弟啊！我们也没有拜过师傅呀。这不是给我架上火上烤吗？哎，算了，收你当徒弟也行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借助这个机会就能把那个黄金马桶给弄回家，应该是水到渠成了。那个，你们要拜我为师的话，去把厕所里面第一个隔间的马桶拿过来给我做礼物，我就收你们为徒。马桶？什么马桶？马桶？
这大师可能口味有点重吧？师傅，你要是喜欢马桶，或者家里缺马桶，我可以找人给你定制。卫生间的马桶那都是普通货色。我不管，我就要那个马桶。如果不拿过来给我的话，我就不收你们为徒。这不太好吧？师傅，给您钱行吗？我先给您100万。我也给100万，我也给你100万。每个人都送100万，固然很吸引人，可是也没有黄金马桶珍贵啊！不行，我就要那个马桶。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就看上了那个马桶，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马桶，必须得那个，要不然就不收你为徒。好，既然师傅喜欢，那我就做主了。那马桶送给师傅，我去和大会的主办方沟通一下。还是你有孝心，快起来吧，我以后就收你为徒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一哥哥，你今夜技压群雄啊，让我见识到了你的男儿雄风。不过天这么晚了，要不你跟我回家睡觉吧？不了，你自己回家睡吧。嫂子在家应该还没睡，等着我呢。我先走了。在一起待了1个晚上了，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对你的情呢？还是说第一次见面我操之过急了？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他的女人了，早晚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。哎呦，宁毅老弟回来了！你们大半夜的私闯民宅，还绑架我嫂子，是要坐牢的，知道吗？别他妈说大话吓唬我们！还记得之前欠我们钱吗？赶紧还钱，要不然把你和你这个嫂子一起卖到窑子里去。好，把账号说出来，我现在就给你打钱。哼，爽快，扫码吧，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我之前只借了10万块钱给我嫂子治病。操，利滚利不是钱啊！也不算一下你欠了我们多长时间。再说了，最近我们兄弟打听到你赚了不少钱呢。好像在古玩街、在菜市场、在便利店捡了大漏，转手一卖就是好几百万呢。还听说你捡了个黄金玫瑰花是吧？收你1000万不算多吧？你们连这个都打听出来了？呵呵，不打听到的话，也不会让你来还钱啊。哎，扫码付款吧。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既然你们知道我有黄金玫瑰花，不如把它拿出来称一下多重，我看能抵多少钱，怎么样？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站那别动！我那个黄金玫瑰花就藏在我嫂子的沙发里，我不得把它拿出来吗？那你也别动，我们自己来找。啊，急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喂，警察叔叔，有坏人私闯民宅，还绑架了我嫂子，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你们过来把人带走吧。宁毅，你个混蛋！明明是你欠了我们高利贷，还报警抓我们私闯民宅，臭不要脸！老实点，放高利贷是违法的，你们还私闯民宅，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吧。没事，放心吧，安全了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易，嫂子刚刚被绑架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我想的是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，会不会死。但是刚刚你进来了，你救了嫂子，在那一刻，嫂子才终于明白，嫂子的心都是你。哎，嫂子，你冷静点，你是我大哥的老婆，我们不能这样。你我心知肚明，你大哥不是你亲大哥，你只是在遵循他的遗愿来照顾我而已。况且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发生点什么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而且我要给你宁家留个后，也不用紧张。嫂子主动，你只用享受就好了。